他顶你吹干掉。排队的话有点看啊，就看到那间1、2、3。果酱今天我光从那边走过去哦，想说不买真的不行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岁半的频道，我是岁岁啊。Hello， 我是老伴，我给家嘞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桃园大溪，非常热闹的地方。它这边呢被列为台湾10大观光小镇。到假日的时候，它这边人潮车潮就超级多。大溪这个地方，它算是桃园发展最早的地方，因为它这边呢有一条大汉溪，以前它就是连接那个淡水货运啊，都是从这条溪，所以它这边呢有浓的日式的那种建筑啊，有那种巴洛克式的建筑。重点它这边就是有老街就是有什么美食，那种老街一条街啊，那满满的美食，我光想我就非常的兴奋。今天呢就是漫步老街，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吃美食，逛起来喽！这个停车场超级大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早来，所以位置非常的多。然后它这边的话，它是导航大溪桥头停车场就可以直达这里。它这边呢一次呢50块钱，假日跟平日都一样哦。有没有觉得超火？现在老街找到50块钱的很少，逛一整天完全不伤荷包，你可以把荷包准备好，大吃特吃。停车场停完车之后呢，你要走过这个大溪桥，然后就会直达老街。那它这个大溪桥，你现在早上看到是这样子，它晚上的时候呢，它会打灯，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。我们现在走的大溪桥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，最早在民国23年就已经存在了。那时候还只是用竹笼和石块堆起的竹木板桥，是大溪居民对外交通最重要的通道。而现在的大溪桥外观则是仿照当年的古吊桥设计，入口是一座非常有气势的复古拱门。走在红砖瓷瓦铺成的桥面上，一路都能看见巴洛克风格的雕花细节，建筑风格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只是这个时间走在这个桥上蛮热的，不是很复古吗？仿佛穿越那个什么日剧时代。而且今天天空很美，刚好有这样子的天气，拍起来照片才会美。天气不好，欧妈妈听起来相片都无水啊。我们到市场了，大溪公有第一市场，非常热闹。它算是大溪这一区非常大的市场。一走进大溪公有第一市场，马上就能感受到老市场才有的热闹与生活味。这里没有华丽的装潢，但每一摊都是用时间累积起来的老味道。如果想真正认识大溪，不只逛老街吃豆干，一定要来市场走走哦。这间叫做阿莲面店。我想大溪哦，他们在地人他们都逛市场。对啦，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，老板还说，这间没人，你确定你吹干掉？我们点了一碗洋葱面，然后还有一碗馄饨汤。他们家的面啊，这个是小碗，分量很多，它这个是专卖在地，满的量哎哇！它的面非常的简单，它上面就是有加2片这个猪肉片，然后加一点菜这样子。重点是它这个酱汁，大家拌的时候超香的哎。它这间呢，它是早上6点就开了，它只卖上午而已。因为这边市场就是大概中午那边就收了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来吃这间的话，就是你来大溪老街，说先不要去逛那个人很多的那个老街哦，先来市场，先来吃在地美食，错过就没有。大溪老街有蛮多家都是卖像这种古早味的面店，但是有些就是比较多人拍过或是观光客必吃的。这个就是很传统的面店，而且是我会喜欢的。你会爱的呀？对，因为它不用加辣哦。哦，是哦。它不用加辣，因为它里面的那酱油膏有没有？导游膏，其实蛮够味的。然后另外一个一定要点他们家的馄饨，你要看他们家的馄饨这种小颗，很小颗因为它一口塞，手工包的，所以你会看它每一颗大小可能有大有小，然后不太。我也喜欢吃大颗的，比较过瘾就对了。所以他们这边的话，他们就是一碗面，然后配个馄饨汤，就还蛮有饱足感。因为它面量的话，一个女生来吃的话，算其实还蛮多的。我们现在要去买一家炸鸡，这家炸鸡也是要烫炸哦。有没有看到人潮？还有人潮了，就是这家。不
小心边买的时候有点渴了。那摊炸鸡超厉害的，排超长的呢。而且我们走遍啊台湾大大小小的市场，我跟你讲，厉害的炸鸡通通都在市场里面。而且他们都会统一叫无名炸鸡。唯一市场里面排队的话，有点看啊，就看到那间你就知道是那间的。他们不止点炸鸡，还要点一个鱿鱼。因为他们这边有几个必点的话，就是鸡翅、鸡块、柳叶鱼跟鱿鱼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吃柳叶鱼，来这家一定要买，因为他说他柳叶鱼里面是爆蛋那种爆的那种。这个地带的话，我觉得他们这家应该算是很强的，因为它可能又开很久，所以加上它价格啊也蛮便宜的，5只鸡是100块，是很多人都是很多都是100-200在买。我本来想吃鸡翅，但是不要觉得它又要洗手，很麻烦，要就油油。你是怎样？你是有那个什么藕包哦？没有洁癖，洁癖嘞。有这么酥脆哦？这鱿鱼好好吃哦。港口的店那个鱿鱼有的都会软软，它的不会，它的不会，它的是那种 Q 弹，然后而且我一开始看，我以为是洋葱圈，他们都会叫鱿鱼圈呐。有鱿鱼圈哦。我知道它的炸鸡为什么大排长龙了，因为我吃了好几口之后，发觉它的炸鸡啊不会很柴，而且它的不是那种哒哒哦，是很酥脆的，对，而且也不会到很油，所以是还蛮刷嘴的，蛮厉害的点。对，为什么在地人会买？然后大溪老街它其实涵盖的非常广，它有3条连接成老街，就是和平路、中山路还有中央路这3条串起来的历史街区。整条老街都是由商店一间接一间形成的商街，特色就是门面窄，里面超深。以前的人就是在这种深长型的联动店屋里，前面做生意，后面当住家。走在这里，不只是逛老街，更像回到早期台湾的生活场景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叫做新南老街。虽然它这边呢离那个和平路大概是只有500公尺吧，但是就是一线之隔，很热闹。然后就是这边很没人，可是你在这边的话，可以感受到就是那种早期的巴洛克式建筑。它这边有个李金星3号，这个也算是一个打卡点，灿坤打卡点。打卡成功。它是一个叫做什么李炳生先生所创立的3号，它外观还是有保留啦。里面的话就是那个灿坤，想要逛一点那种复古的灿坤的话，就可以来这里哦。在我身后这一栋呢，它是蓝氏茶坊，它是以前那个清末的秀才跟他的儿子画家住的地方，被一群热爱老宅的朋友买下来之后呢，把它活化，所以它里面现在就是有那个可以茶休息的地方。它这栋建筑还是超过100年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它上面还有写蓝氏。然后我们刚刚沿路走过来啊，看到那个巴洛克式建筑，它大概都是只有1栋的而已，就是可能独立的店面。但是你看到它这个建成商行，它其实有1、2、3，它足足有3个店面，你就知道啊，它这个在以前呢是非常非常的富豪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以前大溪啊，因为它这边是发展最早的地方，它这个地区啊，听说以前住的都是富豪，因为它很多那种行政啊、政府单位啊什么，以前都是聚集在这边，富豪啊、有钱人啊，他们也都是聚集在这一区。离开那个和平路啊，或是你早一点来的话，就是可以来这个新南老街，就是中央路、中山路这一带，真的超有氛围感的。它是这种三角形的，有别于以往那个臭豆腐都是中间挖一个洞，然后把泡菜塞进去的那种，它这个不是。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说，如果说你有那个国外的朋友来啊，这个是入门款的臭豆腐，因为它没有臭味。一般臭豆腐就是你还没有进来它店里，远远就闻到它那个有没有味道。而且很特别，是因为这边是大溪嘛，虽然是那种倒瓜，就像倒瓜型的臭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口味蛮清淡的。它这一家其实它是叫无名臭豆腐，我们今天都是无名系列，我们走一个无名系就对了。所以它的外面也是没有招牌的，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新南老街正前方这边，就是也是比较少许的观光客，基本上都是在地人在买的。而且我以为它那个酱汁很多会很咸，结果不会，酱汁好好吃哦。它泡菜也给的蛮多的，我喜欢吃它的泡菜，它泡菜好脆哦，它不是炸到很酥微酥而已。但是你的口感跟我不一样，我觉得它口感偏硬，会刮口的那种。还是因为我觉得它切比较小块，应该是切比较小块的关系。对啊，比较好入口。它这一家是永
真香饼铺，它也是100年老店，也是有点类似像巴洛克式的建筑，然后还是保留的蛮好。它这已经传了第4代了。他们这边大溪卖这种饼的蛮多的，但是因为大家都是集中在那个和平路那边买，所以很少会走来这边。每次大家都去一样的店嘛，我想说介绍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店给大家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家比较特色的话，就是这个方酥饼，很像太阳饼哎。它也叫月光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早期这边呢，因为物资缺乏，然后他们都会种韩吉，因为韩吉是一个很好种，又不用太多成本，也不用太多1年4季4收，所以他们就是用韩吉，然后把它做成饼。那为什么要把它用成圆圆的？因为象征团圆，所以也叫月光饼。就是像中秋节啊，他们有些人他们也会买这种月光饼。其实厚度还蛮薄的，薄薄了一片。它里面的地瓜跟我想象中的地瓜不一样，我以为它是用的那种刷的那种地瓜，它不是，它是有点就是 QQ 的，很像麻糬的地瓜而且它的甜分不会很高好不错，薄薄的一片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适合配茶。所以你在看那个新南老街上啊，他们其实有蛮多店有卖咖啡、卖茶的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买一杯茶或买杯咖啡。所以你这边有一杯什么？饮料。温山清茶。所以现在是吃下午茶点心的时候吗？很多人来到大溪老街第一个想到就是吃美食、吃小吃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大溪它算是一个博物馆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这个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。它在这一区总共有11个据点，而且这11个据点完全都是免费的，等于说它有11个据点介绍可能它大溪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一些故事等等。所以你逛完这11个据点你对大溪会很有了解，你会变成博士级了。对，因为它完全就是博物馆。但是因为今天呢，我们没办法踩点这么多。所以就选几个比较特别的，或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跟大家做介绍。踩完11个点，半天绝对没有问题。眼前这个大溪公会堂呢，是11个据点里面的其中一个。然后它这个建筑呢，它是有洋馆跟木造建筑，所以你会看到，蓝色的，很像洋式的，然后又有瓷砖，又很像木造的，就是很蛮特别。它是混合式的，对。对，混合式的建筑。那它这边其实是以前蒋公行馆时期曾作为办公室使用的。猜猜看这是什么？我刚一转头想说，这是豆干吧？这个不是椅子吗？它是椅子，但是你是饿了呀？豆干的。这个是大豆干，我最喜欢吃的大豆干。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吃看看好不好吃？跟你衣服好搭哦。对啊，都超好拍照的而且还是白蓝，你也是白蓝。真的呢。现在来这个是凤飞飞故事馆，它以前其实是那个警察宿舍，历任大溪地区警察首长多居住在此，所以也是宿舍群中保存状况最佳、且面积最大的独栋日式建筑。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的专辑，叫什么？就是溜溜的他，就是神采飞扬。我们今天要请那个音效师做一个但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他们的年代，我相信凤飞飞应该都算是他们的偶像。凤飞飞的家是住在和平老街的底端，他以前都是要上台北去参加歌唱大赛，那所以凤飞飞以前在这边应该算是当地的扛把子。对，凤飞飞出道40多年，被誉为帽子歌后，她的歌声温暖又充满力量，舞台魅力可以说是红遍台湾歌坛半边天，大小型奖项拿到手软，也是许多人一生中最难忘的声音。那我们现在要去老街，这个老街就是指最热闹的和平路，然后那边就是要吃什么豆干，老爸今天豆干还没有吃到，我最爱的豆干，对呀，在等着我了 ，Go Go Go！大家如果不知道要买什么零食吃的话，这间卡利卡利也超有名的，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买这家卡利卡利。它让你试吃哦。这边其实也有保留巴洛克式建筑只是因为这边人潮很多，如果你是假日来的话就不好拍照了。我们刚在西南老街还想说，奇怪，人不快有人，结果人全部都在这里。这边真的是超多人的，每一家店都超级多人。陈老记港式肠粉，它这家肠粉比较特别，是我们一般看到都是那个抽屉式的嘛，对啊，就是这样拉出来用的。然后它这边的话，它是采用茶楼式的，它是拉布的，所以刚才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蛮特别，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好像一般吃的那种肠粉都是那种抽屉这样拉出来的。然后它这边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酱料还有它的葱花这些，就是可以它旁边自己加自助式的，所以你看我加满满的葱。它
它就只有卖3种东西：牛肉肠粉、虾仁肠粉跟牛片汤。哎，它真的好鼓溜哦，鼓溜到我都夹不起来了。它虾仁算是蛮大的，因为它这边和平路上，它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比较观光的，所以它这一份是70，但是其实它虾仁给的还蛮多，因为你要以观光这一条路来讲的话，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啦，没有卖到90或100，我觉得算是都还蛮佛心的。最厉害的是它的那个酱油里面，它里面有柴鱼的味道，酱油很不咸哎，对不对？是香的酱油。对，所以说你刚刚第一次那酱油加太少了。因为我很怕它很咸，所以我第一次不敢加。可是你通常买的那种港式肠粉，它酱油都是帮你加好的，没有让你自己加的。对。它这个皮真的是吹弹可破，这样轻轻一些。哎，你要加那个什么葱一起吃？我葱加了超多的，感觉很回本。哇，它这个酱也太微了吧！哦，它那一锅那个酱，我光从那边走过去哦，我想说不买真的不行哎，因为这边其实卖豆干的真的超多家的，哪一家好吃，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啊。那因为我会推这一家的原因是，我们要说它分量很多，然后它这样子一份80，以它在这个观光地区来讲的话，它没有说很像公摊啊，就是卖到120、100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还没排队之前啊，我还想说，这个不是夜市都有吗？汉西夜市就有啦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这道有什么不一样？然后它第二个不一样是它的豆干是卤2次，所以它是更入味再入味的。然后再来是它的酱汁，卤到骨子里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再来它的酱汁全部都是他自己做，连辣椒也是。我觉得要搭配它的那个什么酱一起吃，对，不然你会觉得说，怎么都是那个卤汁而已。因为主要厉害是在它的蒜头，它咬下去，它的豆干里面那个卤汁是会浮直出来的一般我们去那个夜市买的，它都直接淋上去，它没在特别调。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所以刚刚那个老板娘说，好吃的东西要值得等待，所以它会稍微等待久一点，因为它用起来，然后酱要一个一个调，然后再倒进去。其实我平常没有很喜欢吃豆干，可是你来到大溪不吃豆干，好像都讲不过去。对、啊，不然等下下面会有留言说，发现大溪我讲豆干的北区啊，你们没有讲一下说哪一家豆干比较好吃，比较推荐？福安宫正前方。对，庙口豆干这样子，它也没有什么招牌，因为它是摊贩，它不是店面，所以它也没有号码牌。然后它除了卖豆干之外，还有米血，然后什么豆皮、百叶豆腐，对，然后它可以4样一起搭，或是你选2样。我们的前一位那个客人，我想说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是80块的吗？没有，它是180。160的盒子是更大的，超满的。我想说怎么那么大份？对啊，就是全部的东西品相都有吃得到啊。大家吃完美食，也别忘了到和平老街街尾参拜这座超过100年历史的福仁宫。这里占地约300多坪，是3殿式建筑，中厅和厢房还各有2根龙柱，气势非常的十足。主殿可以挑高，跟后殿2楼一样高，象征主事跟陪侍的神明没有大小之分，同样尊敬。以前这里的庙城把和平老街刚好分成2半，过去常常能看到孩子在这里打陀螺、相亲泡茶聊天，充满浓浓的人情味。这边是6联动生活厅，它其实是以前大溪的那个警察课的职员宿舍，然后它战后是由大溪分局的警察家庭他们居住在这个6间的那个宿舍，6间连在一起，所以它就叫6联动。顾名思义。对，然后它这边的话是有陈家、许家、张家、唐家。它这个门超复古的，我们家现在有这种门，它就是这种花窗的，然后是这样拉开来的，进来就是真的是人家的家里。噔噔。然后这一户它就是陈清武，就是陈家的，而且它很特别的是，你可以看到它以前啊，它这边是榻榻米，你知道为什么它要改成蓝白贴砖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高度降低跟玄关入口一致，当时是很时髦的改装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种椅子？它其实是2用椅。你如果夏天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把这个收起来，就是坐这个比较凉啊。冬天的时候就是反。我小时候的椅子也是这种的椅子，我超讨厌坐这个，因为在冬天的时候会很冰。所以就是要铺这个咩？到时候他们那种椅子都换成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沙发椅。对，而且是那种牛皮的。
然后这边是他爸妈的卧室。陈家呢，他们总共有9个人，所以他这边这个空间呢，他们最多的有睡到9个人。他说大概18坪啊，不算大的空间呐，但其实就是大家都挤在一起在里面睡觉，也算是一个不一样的回忆。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很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，大家就是打通铺这样子睡。在宿舍旁边还有一家很可爱的选物店，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文创小物。如果时间不赶，不妨放慢脚步进来逛逛哦。我们刚刚进去喝完的星巴克，大家逛累啦，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啊，想说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我蛮推荐这个地方。星巴克好像没什么特别，但是它这边的星巴克也是融合这边的特色，它就是日式建筑的星巴克。西岛街真的是逛不完。其实我们今天就是逛逛、吃吃喝喝，没有把那个11个点踩透，你知道吗？就已经逛到满身汗了。所以最后就是里面星巴克吹冷气，结束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大溪老街行程。那我们来大溪老街都是去那个和平路，那我们今天走的行程是比较不一样的，我们就有去那个中央路，然后还有中山路那个新南老街。虽然那边人潮没有到很多，但是我觉得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色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可以到那个和平路上吃美食。反正我觉得来老街就是这样走走看看，然后就是吃吃喝喝，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小旅行啦。今天大溪一日游加美食景点就推荐给大家喽。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呢，下方影片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哦。最后呢，记得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3岁8任何每集精彩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喽，拜拜。